地狱的坑上，相信 vs 不信的基督徒。这是《天堂是如此真实的》作者丘多玛姐妹 Thomas Chu 游历天堂地狱的真实经历。地狱的坑，主带领我到了国度门外的另一个不同的地方。我们持续向山上走，当我们爬得越来越高时，路也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。我们沿着那条窄路爬了很长时间，他最后带我们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。当我们从隧道的另一端出来时，我注意到我们甚至爬到更高的山顶上了。我觉得似乎有点奇怪，天堂里竟然有这么黑的隧道以及蜿蜒崎岖的路。当我们登顶时，我望着层层山峦，从山顶上看下去，可以看见有黑烟从一个深坑里冒出来，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火山口。我看到里面的火焰把好多人烧得焦黑，他们都在尖叫哭号。曾被火严重烧伤的人就能知晓那种痛苦。那些人都赤身露体，没有头发，大家都挤在一起，像虫一样的蠕动着，火焰不停地烧着他们的身体。被关在这个坑里的人都逃不出去，墙壁高得无法攀爬，甚至周围布满了滚烫的炭火。即使主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，我知道我就站在地狱的边缘。那种景象甚至比圣经里所描述的更恐怖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在整卷福音书及启示录中，耶稣都很仔细地告诉我们地狱的恐怖。在那里，火焰会出其不意地从各个方向窜出来，那些人就会移开。当他们似乎以为自己安全了时，另一撮火焰就会烧过来。这些不幸成为罪的牺牲品的人，一刻都不得安息。他们注定要在永世里拼命逃避地狱的火，却又免不了被烧着。我问：这些人是谁？我的女儿，这些人不认识我。他的话语里带着悲伤的语气。我可以看得出，主并不喜悦看见我们眼前的这个景象，这使他非常难过。我知道他无法控制那些刻意拒绝他的那些人的命运，这些人要不断在痛苦中挣扎，在坑里无止境地受煎熬。我明白了，我有2件至关重大的事要与其他人分享。一件就是天堂是真实的，另一件则是地狱也是同样的真实。我知道有很多人2个地方都不信，而我知道让他们看见死后生命的现实已成为我的使命。我知道我的父母从来未曾信耶稣，因此我开始关心他们的去处。我问主啊，我的父母呢？我知道他们并未得救，但他们是好人。我很抱歉，女儿，对那些不认识我的人，我什么也无法做。主耶稣说这话时，语气充满了忧伤。他话语的重要性刺痛了我，我才恍悟，
我的母亲与父亲一定是在那些我看见注定在地狱坑中灭亡的人当中。当他将这景象显给我看时，我不断地流着泪。主摸摸我的头，握住我的手，带我走下那个黑暗隧道。我们从另一头出来，走上另一条崎岖路，远远的一直通往地狱深坑的边缘。这条山路经过了许多高树与巨石。当我们到达顶峰时，往下望，是一片死寂褐色的山谷，到处都是褐色的。这整个地区好像都覆盖着枯死的草。我注意到有好多人穿着纱一般颜色的外袍，在张着大口的地狱坑附近漫无目的地游走，他们的头低低地垂着，看来一副毫无盼望的丧气模样。我问主啊，这些人是谁？他们是不顺服的基督徒。他们要在这个光秃秃又死气沉沉的地方待多久？永远。我的女儿，唯有那些清心的人，顺服我的儿女，才能进入我的国度。他继续解释说，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，却不遵行我的话。其中有一些人以为每周上一次教会做礼拜就够了，他们从来不读我的话，他们追逐着世上的东西。即使有些明白我话语的人，他们的心也从来不在我身上。神的整个计划与目的，在我的思想里开始清楚起来。我记得耶稣曾警告过，进他的国度有多难。现在我对于个中含义已略知一二。他解释说，女儿，我的话语明说，进天国是难的，但是很少人真的相信这话，并了解其重要性。我将这些显给你看，好让你能够警告他们。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信息的重要性，主带我到我先前看过的那些美丽的豪宅去。当我们渐渐靠近那些房屋时，我可以看见街道上铺着闪亮的纯金工，每一座城堡都是以最精美的珠宝装饰。真的，天堂的街道真的是用纯金铺成的。我期待着进入其中一座，但主阻止我说，我待会儿会带你去。我有点失望，但又感到无比荣幸，竟然可以看见历世历代众圣徒所聚居的城市。感谢主，把一切荣耀归给主。若想得知更多地狱里的刑罚，请点击视频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，别忘了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。